之前怎么没见过？这些应该还值一些钱。我去，戒指怎么发光了？金项链真20克，估值1万元。来让一让，让一让！快！爸，你一定要坚持住！别说废话了，病人急需手术，需要20万手术费，你们快去筹钱吧。20万！我上哪弄20万给父亲治病啊？我只能看看家里有没有值钱的物件了。这是什么戒指？银的，之前怎么没见过？这些应该还值一些钱。我去，戒指怎么发光了？金项链真20克，估值1万元。这戒指居然能鉴宝！翡翠手镯真，估值3万元。这下我父亲有救了。看来戒指的估价是准确的，家里的东西一共变卖了4万块，父亲的手术费还差16万。哎，小哥，买古董不？古董？和田玉手把件只需50万。嗯？和田玉手把件赝品，估值500元。不要。哎，有好东西。嗯？小叶紫檀蝈蝈龙，清朝真品，估价20万。这个怎么卖？黑檀木蝈蝈龙，想要便宜给你，3000。300。不卖。我爷爷养蝈蝈，我就是买回去图个开心。最低1000。哎，500。哎呀，慢。银行卡到账500元。这就到手了，20万，得把它变现才行。哎呀，哟，小兄弟，请坐。老板，你们这儿收东西吗？什么货呀？破烂儿我可不要啊。这个。来，喝茶。劳烦您给看看。这个黑檀木的葫芦蝈蝈龙是个老物件。我给你5000块，怎么样？我看这店装修的挺好的，没想到老板不识货。别，好说。老板，这分明是小叶紫檀的蝈蝈龙，看看这个包浆，少说那也是清朝的。您开个价，20万。20万？现金还是转账啊？周主任，再说。孩子都回来了，干嘛呢？凭什么我们家多出钱？老大家就只出了3万，这不是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吗？不用你们出钱。思远，你这钱哪里来的？妈，这钱是我自己赚的。这来路正不正？你可别做错事啊！哎呀，放心吧，这钱干干净净，你们快去缴费吧。我问一下周主任后续治疗方案。哎，快拿着，赶快去缴费。周主任，我们在市里人生地不熟，药物的事还得麻烦您。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心性，你这20万怎么来的？哦，我这个钱啊，是我自己做一些古董买卖赚的。哦，有点意思。来，帮我看看我这个吊坠。和田羊之玉，真品，清朝，估值3到6万。乾隆年间的手艺，而且是精工，手艺精湛，风格大气，玉质也没缺陷，正宗的和田玉，还是传世玉。哦，传世玉，就是自从诞生后就一直有人佩戴，是极品老物件，你可以放心戴。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哎，这个麻烦周主任了。这钱你先收回去，药物的事儿我帮你整。你回这边病房先休息休息。好，我知道了。来，好，谢谢周主任。怎么样，赵大夫？病人已经醒了，意识恢复不少。我脸上有东西吗？没有，谢谢赵大夫。不用谢，该准备一些生活用品了。那吃的呢？吃的啊，今天还不能吃东西，明后2天应该可以吃点流食。哟，小哥又来看宝贝了。哎，是啊。哎，我来看看还能淘点啥宝贝。不多看2眼就光摸呀？
银元赝品20元。不要。这人真奇怪。老板，那个瓶子拿给我看看。这是我用的痰盂。清庸正气蓝釉笔洗真品，清朝，估价5到8万。干什么？这个你也想要？这老板真不识货，这个你卖吗？50块你拿走。三叔，你在哪儿呢？你爸今天出 ICU 了。啊，好，我现在就过去。老三啊，咋了，大哥？这房间得多少钱呢？赶紧退了吧，我去走廊住就行。哎呀，这又没花你的钱，你急什么呀？花我的，花你的。哎呀，这钱是汪思远拿的。他能有几个钱？上学的学费还是家里拿的。爸，你身体好点没？哎，小兔崽子，你哪里弄的钱？我赚的，就是买古董，捡了个漏，赚了点钱。你还有那本事？你看，我又来了一个。你个小兔崽子，我抽死你！别生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花钱？汪学汪淼的学费还没着落呢。还病着呢，不能生气。哎，二哥，你看病的钱真是思远拿的，你就相信孩子一次吧。是啊，你呀，真的应该改改你那脾气。我这是正儿八经赚的钱，你要不信啊，你让三叔跟我一起去。汪鑫、汪淼的学费啊，就靠这笔洗了。你个混账！哎，爸，你注意好你自己的身体啊。走，三叔，你跟我去一趟。你个小兔崽子！好了，消消气。就在这里。对啊，三叔，你瞧好吧。郑老板，哟，是你啊？郑老板，你看看，这次我可是带了好东西。雨过天晴柚，漂亮，我给你看看啊。大侄子，你看他表情好像不太对呀。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不是，这个表情是准备压价了。兄弟，这个笔洗是道光年间的，我出3万。郑老板，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你也知道我不是外行。这个呀是清雍正季蓝釉笔洗，30万。哎，王兄弟啊，您这溢价太严重了。这笔洗估价是5到8万，想要卖到8万还真不容易。20万怎么样？够诚意了吗？9万，不能再多了，绝对高于市场价。10万，交个朋友。现金还是转账啊？你这10万块钱就到手了？这不是咱着急着用钱吗？再说了，这才10万，你要是在手里放3、5年，20、30万都有可能。你说多少钱买的？50。这，我算算，就这么20、30分钟的时间，要是天天泡在这里，三叔，我这也是运气好，要是运气不好呢，3、5个月也赚不到钱的。回去还要给医院交医药费，汪鑫、汪淼的学费，还有我的学费，真不少啊。10万块钱就这么到手了。思远啊，一进那个古玩市场，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三叔，没那么夸张。我们呀，直奔那个古玩店，老板呀，讨价还价。思远呀，一开始电话。喂，郑老板。好，那我明天再来一趟。有活了。哟，小兄弟，好久不见啊！昨天不是才见过吗？这就是你说的鉴宝大师，一个小孩。老张可不能以貌取人，王兄弟不但看得准，估价也准呐。今天叫你来就是帮我长长眼。这老人精，我人还没来，先捧杀我几句。郑老板太客气了，我也是来学习学习。小子，来看看，这是本大爷带来的小地佛。名家境黄金弥勒佛真品，估值8至12万。是真东西，真当然真。要看的是年代。你觉得是明朝永乐年间的，没30万不卖。我看是嘉靖的，而且品相不好，最多8万。你这小孩欺人太甚，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这是真金，融了卖金子都能卖2万。那你去融了吧，我2万收。你动我一下试试。行了，张老板，我看这小金佛也是嘉靖年间的，他的包浆还没有老到永乐，我多出一些，9万。行，给郑老板一个面子。郑老板，你也不能让我白干呀！你小子有2把刷子呀！来我这里做鉴宝师吧，我付你工资。给你打工？我捡漏的钱都比工资多几倍了。感谢郑老板的抬爱，我这个人闲散惯了，不愿意给别人打工。好吧，这是2万，刚刚那单的提成。谢谢郑老板。啊，这次你的生意若是能开出个帝王绿作为寿礼，一定能让你爷高兴。开！什么？我花了几10万，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哎呀，血亏了！我倒要看看这家的原石有没有货。你干嘛的？你看不出来吗？我是客人来买原石的。做不做生意啊？做，当然做。别在这里买，这家是黑店。你非要砸我生意吗？有没有货？我看看就知道了。原石价值0，价值0，价值0。这家店真黑呀！原石翡翠帝王绿冰种，价值300万。哎，这小子我看也不太行。那边那几个大的说不定能出货。老板，这个怎么卖？这小的没有那边大的出货率高，不值钱。就这个小的吧。多少给我？2万。这么小一个要2万？你别买了，他这摆明就是在坑你。2万我要了。开吧。这不是帝王绿吗？出货了！冰种帝王冰翡翠，老板，看来你们家还是很出货的呀。真的是帝王绿，这个人年龄不大，居然能看出哪块是真的有货。哼，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店还是很出货的。你没挑到真的，是运气不好。王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汪思远。汪老板，不要误会，我们店不但出售翡翠，还收购翡翠。你是想再买回去？刚才2万块钱卖你，我现在4万块钱收，怎么样？短短几分钟，你可是赚了1倍啊！你糊弄鬼呢？你说你真想买回去，可以啊，市场价300万。300万这么多？不多，你懂什么？这种冰种帝王绿，就算做成镯子都能卖到300万。你2万的转手，就想卖我300万？不可能！哦，不买我就走了？你走得掉吗？强买强卖，大家看啊，这真是个黑店。就是黑店，刚刚还骗了那女人几10万，现在用4万买冰种帝王绿，我是不敢来消费的。老子不卖了！去，把翡翠给我抢过来！好，怎么着？你说不卖就不卖，我今天非得好好治治你！你要干什么？各位，知道为什么我只挑了最小的一块石头吗？为什么？因为除了这一块，其他的都是没货破石头。真的假的？真的，这些大的，不管你买哪一块，都会被骗。你放屁！那你说哪一块有？我怎么知道？这东西都是运气。好啊，你敢赌吗？你自己从里面挑一块，让大家做个公证。你要选的要是有货，不管是冰种还是豆种，是帝王绿还是墨玉，也不管是全品还是残次品，只要有，你就算赢；没有，就算我赢了。别怂啊，王老板！王大少爷，你这赢面很大，别丢份儿啊！好，你要是输了，就把那块帝王绿还给我。你要是输了，给我收拾收拾你家这破烂儿，滚出古玩市场！你要是输了，给我收拾收拾你家这破烂儿，滚出古玩市场！好，这块啊，这块，
头不舒服就回家治。90块，给我签。怎么样？没有，签，再签。难道真让这年轻人说中了？这才第1刀，再签。第2刀也没有，也没有。要是有了，还真是见鬼了。最后1刀了，最后1刀，给我签。怎么样？说话呀！第3刀还是没有。啊？什么？愿赌服输啊，王老板，这么多人看着呢。什么？收拾破烂儿，离开古玩市场，别赖账啊！谁呀？口气还真不小，让我百年老店离开古玩市场。这位就是真的王老板吧？这位就是真的王老板吧？刚才的事情我听别人说了，帝王绿买定离手，你放心拿走。今天这批货确实有问题，品控不严，统统撤掉。至于这位小姐的钱，也原数奉还。还请各位相信，我们百年老店不会亏待每一位顾客。这位小哥还有什么问题吗？那就祝王老爷生意兴隆，还给我吧。请等一下。这个翡翠能卖给我吗？这可不便宜，你出多少？就按你刚才说的市场价300万。是个富婆呀，运气不错，直接到手300万，可以考虑给家里人买套新房子了。成交。另外，我想邀请你去我家一趟。去你家？难不成？我再给你100万，去我家鉴宝，可以吗？100万，好啊。那你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东西吗？不需要，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你这车真不错，谢谢。这次去你家鉴宝，数量多吗？不算多，因为今天是我爷爷的70大寿，所以有一些朋友会送他一些文物。你爷爷是？我爷爷是陈氏集团董事长，也是一个有名的收藏家。没想到还是个大人物，怪不得能开100万鉴定费。我爷爷虽然懂一些鉴宝的知识，但是我并不懂，所以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所以说这次的翡翠是你送给你爷爷的礼物？没错。哎，对了，这次去鉴宝，你要帮我留意一个人，沈成龙，尤其是他送的东西，你要认真仔细看一下。好。爷爷，我回来了。哎呀，来，乖，你坐。哎呦，你可想死我了，乖孙女，出国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回来看看爷爷。哎呀，咱们佩佩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何叔叔好。爷爷，你看，这是我今天买回来的帝王绿翡翠。真的？哎呦，谢谢乖孙女了。这是你开的？我介绍一下，他叫汪思远，这个帝王绿翡翠就是他开出来的。大家好。另外，我今天叫他过来，还有另外一件事，给爷爷把关。把关？今天送过来了这么多东西，总要辨别一些真假吧，要不然被骗了，对大家都不好。怎么，真有假货？不可能，不可能，给陈老爷的怎么能是假货呢？那就不用担心了。年纪轻轻，蛮有眼力的，等一会儿就麻烦你了。陈老，客气了。沈家沈成龙赴宴。陈爷爷好。哎呀，佩佩回来了。成龙，快坐。哎，成龙和佩佩可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谁跟他天生一对？成龙，你也太客气了，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陈爷爷，这可是我专门为你挑的礼物，您猜猜这里面是什么？看这形状，难不成是谁的名画？哎，不对。哎，行了，别卖关子，赶紧说。战国青铜宝剑。哎呀，真的是青铜剑，这可是巨宝啊！这也太贵重了吧！爷爷，这算什么？只要是您想要的，金山银山我也给您搬来。这孩子可真是有孝心啊！可真是有孝心呐！今天只要能够拿下陈老爷，同意陈佩佩嫁给我，吞并陈氏集团，指日可待。
哎，干什么？这宝贝也是什么人都能碰的。他叫汪思远，是我请来给大家辨别真假的。佩佩，别再开玩笑了，哪有年纪这么小的鉴宝师呢？喏，这块帝王绿翡翠就是他开的。佩佩，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没准就是他找人一起来设的局，就是为了骗鉴宝费的。我干了这么多年，见得多了。你是真是假，一试便知。既然佩佩叫来了，就让他试试。好，试试就试试。来，说说。鼻烟壶，红玛瑙鼻烟壶，清代真品，估价3万。这是清代红玛瑙鼻烟壶，真品，色泽饱满圆润，典型的南红。说得好，这年轻人有两下子。那你估个价？我估计市场价3万左右。陈老，您看呢？和我猜测的差不多，谢谢啊。好，再看。青花瓷罐，明代残次品，估价5万。残次品，问题在哪儿呢？怎么，刚才蒙对了一个，现在傻眼了吧？趁着陈老爷没发火，赶紧滚蛋！这是明代的青花瓷罐，你觉得它是真是假？你是鉴宝师，你问我啊？我觉得不真。你什么意思？这件宝贝是残次品，大体上确实是真品，但我发现这罐子的底部被修补过，这修补的部分是现代的，这不容易看出来。虽然修补的手法很高明，但在光下可以依稀看出修补的痕迹。这么好的罐子，可惜了呀。陈老爷，实在对不起了。哎呀，无妨，虽有瑕疵，但整体上看还是没问题的。陈老说的是，这件青花瓷瓶还是具有收藏价值的，我估价5万左右。怎么样，沈大少爷？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再来，王师傅，再来帮我看一下。这都能搞到，这人不简单呀！何叔，不用看我都知道，这个是京剧脸谱，肯定是真品，市场价20万。看来你也没少学呀。哎，我这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嘿嘿，又让他装上。小子，看不明白就说看不明白，装模作样的干什么？这邮票真是稀有，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看你穿的破破烂烂，你见过什么宝贝？这一套邮票，我保守估计50万。你这家伙，为了拍何叔的马屁，你也不用这样吧？你可以好好看。我不用看，放在拍卖场上，最多30万。不是一般京剧脸谱邮票，这是未发行版，根本就没有市场价。我也只能是保守估计50万。如果有人出价到200万，也不稀奇。不错，不错，还请何叔讲解一下，我学习学习。这个是我前几天从一个私人收藏家手里收来的，不多不少，50万。我本打算在我开的珍宝楼直接卖掉，但是正好赶上陈老爷大寿，如此难得的藏品，作为寿礼，我想再合适不过了。何健，咱们都是老朋友，你这也太客气了。不过成龙在鉴宝这方面还是要多学习才行啊。是，陈爷爷，你说的是。最后看看你带的青铜剑吧。好啊，随便看。青铜剑，战国青铜剑，真，估价200万。真的？真的？那还能有假？这可是我亲自挑选的宝贝。这可是个宝贝呀！汪师傅，你对这把青铜剑估价是多少？估价200万。不错，我承认你鉴宝还是有两下子的。成龙，真是费心了，时间也差不多了。
请各位移步餐厅吧。好。怎么回事？这怎么能是真的呢？陈小姐，那把剑确实是真的。鉴定费我再给你多加100万，你再好好看看啊。佩佩，带着你的朋友一起来吧。好。祝陈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诸位捧场，来，咱们共饮此杯，干！今日我也是年过花甲了。哎，爷爷，您瞅瞅您这身子骨，硬朗得很啊。哎呀，人都会老的，所以我今天决定，我们陈氏集团管理工作就交给我唯一的孙女陈佩佩了。恭喜陈小姐！哟，恭喜！谢谢，谢谢。爷爷，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我有件事想麻烦你。什么事儿？但说无妨。您能不能把佩佩许配给我？哈哈，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那得看佩佩自己愿不愿意。哦，我明白。佩佩，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不愿意。啊？为什么？哎，佩佩，你是知道我对你的心意的，你为什么不愿意啊？这是什么情况？因为我已经心有所属了。你不是刚从国外回来吗？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心有所属啊？佩佩，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呀。我对他一见钟情，沈成龙，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的老天哪！为了200万鉴定费，拼了！好你小子，挖我的墙角是吧？怪不得今天你处处跟我作对，你就会坏我好事。佩佩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的魅力。况且我们两个两情相投，他喜欢我不是很正常吗？有你什么挖墙脚的事儿？你放屁！还给我！你这戒指多少钱买的？说出来不怕吓死你！500万！你小子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那你亏的恐怕不止1星半点吧？我明白，你又想告诉我这戒指是假的，对不对？我呸！我告诉你，这可是有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的。是，你这钻石自然是真的。当然了，人工钻石嘛，也是真的。哦，沈成龙，你拿一个人工做的假戒指，你就想来娶我呀你？不是，佩佩，你听我解释，你别听这小子胡说。你，哎呀，爷爷，你可得帮帮我！我本来想好事成双的，这小子把我的好事全坏了。成龙，你对佩佩有意，佩佩对你无情，强扭的瓜不甜，又何必强求呢？陈总真是明察秋毫。好，老头子，我们沈家给了你们陈家多少回的项目，我又给你们家送了多少礼，你都一清二楚。现在就一句强扭的瓜不甜，就想打发我？你放肆！怎么跟我爷爷说话的？你签多少项目，那是生意；送多少礼，那是你们的心意。我们可没有强求你们呀。这陈老爷有点意思，杨某啊。好啊，那我回去就跟我爹说，终止跟你们陈家所有的项目合作。哼，终止就终止，谁怕你啊？来人，送客。不送，我自己走。爷爷，谢谢你成全我们。好了，别演了。爷爷，你看出来了？傻子都能看出来。那沈成龙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嘛，一直觊觎我。他可不是觊觎你，他是想先把你娶走，再吞并陈氏集团。真以为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什么？
原来如此。方才还请陈总见谅。刚才斗胆和佩佩演一出戏，糊弄了一下，我自罚一杯。哼，你也真行，人工钻石你都能说得出来。哎，不是，那钻石本来就是人工的。人工钻石和天然的基本上分辨不出来，就凭你看它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你不会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吧？陈老叔笑了，好可怕的老头啊！哎呀，行了啊，这个小插曲也过去了，来，咱们吃饭。钱已经给你转过去了，谢谢你的帮忙。这房子真不赖。这别墅是我爷爷买的，风水宝地。家里人多，是该给家里人买套大房子了。你还挺有孝心的。啊，应该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陈小姐。没事儿，咱们走吧，我送你。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这里离市区挺远的，打不到车。走吧，我送你。爸，恭喜你今天出院。这里以后就是咱的新家了。爸，恭喜你今天出院。这里以后就是咱的新家了。儿子，这真是你买的？当然了。你开什么玩笑呢？这才几天呀，你哪里搞的这么多钱呢？哎呀，二哥，你忘性这么大，人家思远现在搞古董赚钱，赚的都是大钱啊！儿子有出息了。对了，王鑫、王淼的学费我也已经交过了。爸妈，你们以后啊没事儿多出去走走，旅游，再也不用担心赚钱的事儿了。真羡慕你呀！要是我儿子有这样的本事，该多好啊！赚的这点钱都用来买房子和家具了，卡上的余额还剩下几万块钱。哎，一年一度的珍宝大会就要开始了，压轴的藏品竟然是唐伯虎的《山路松生图》。哎，会员制啊，居然要有熟悉的人才能推荐进去。喂，哪位？怎么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吗？陈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何叔叔的珍宝楼拍卖会后天就要开始了，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参加。好，没问题。那我后天去接你。这入场券不就来了吗？不过资金该怎么筹备呢？老板，哎，小伙子，又来看宝贝啊？我随便看看。赝品，赝品。不对，不能住。我说你这小伙子真奇怪呀，每次来都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嘿，老板，那个拿来我看看。怎么，垃圾桶你也要？看吧看吧。七彩琉璃瓶，明代，估价30至40万。老板，这个垃圾桶怎么办？我说你这小伙子爱好真不一般啊！上次要痰盂，这次要垃圾桶。哎，算了，老客户，50拿走。过去了。老板，垃圾桶我要，垃圾我可不要啊。郑老板，有大货。王思远，又有什么大货？拿来我看看。
哪儿弄来的？这个保密，您仔细看看。七彩琉璃瓶，真不错，我给35万。郑老板，不瞒你说，我这个琉璃瓶换的钱是为了参加拍卖会的。你说的是珍宝楼拍卖会？不错。所以这琉璃瓶你再多给点，我要是从珍宝楼淘到宝贝，也在你这里卖。珍宝楼拍卖会不是谁都能进的，我信得过。这琉璃瓶我出70万，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再给你300万，你帮我在珍宝楼里面拍一件合适的宝贝。怪不得出70万这样离谱的价格，原来在这儿等我呢。郑老板，等着我的好消息。拍卖会，这里就是上次那位何叔叔的拍卖会，相当气派啊。那当然了，珍宝楼的拍品最低都是100万起步，1000万稀松平常。最后压轴的可都要往往会过亿。那唐伯虎的话岂不是超过预算了？必须想想办法。陈小姐，这次的预算是多少？我爷爷说了，只要不过分就行，咱们看着拍。好。冤家路窄。各位请安静一下，本场拍卖会即将开始。拍卖会上的所有拍品我们都做过详细的鉴定，并有鉴定报告。给大家透露一下，本场拍卖会的压轴藏品是唐伯虎的山水名作《山路松生图》。话不多说，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拍卖会现在开始，接下来有请第一件藏品。大家都是古玩界的元老，对银元肯定不陌生。这枚袁大头我就不用过多介绍，起拍价50万。疯了吧？不就是块民国的袁大头吗？对啊，这古玩街的地摊上随处可见，市场价也就1000一个。袁大头3年加字版真品，估价150万到200万。王思远，怎么样？这啊是加字版的袁大头，可以拍。60万，70万。这怕不是2个傻子吧？冤家路窄啊！100万，150万，160， 200万。别！你还敢跟我争？300万，300万1次，300万2次，300万3次，成交！恭喜王家玉石坊获得袁大头加字版1枚。搞定。咱们不是没有拍到吗？这是策略，我们应该把力量集中在后面更有价值的宝贝上。下面有请第2件藏品，这一件是来自明代的金凤冠。据传说是当年王妃大婚时所戴，无论是历史寓意，还是这件藏品本身的价值，都是极佳的。起拍价200万。这件真品真不错，不过爷爷应该不会感兴趣的。赌一把。
200万，260万，300万，370万，370万一次，370万2次，成交！恭喜陈氏集团。陈小姐，我看这个凤冠具有收藏价值，寓意又好，就想拍下来送给你。真的吗？谢谢你。哦，对了，汪思远，你有什么想要的吗？其实我一直对唐伯虎的画作感兴趣，可奈何我没钱，所以……唐伯虎，哎，今天这拍卖会上不就有吗？我买下来送给你。搞定。最后一件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唐伯虎的《山路松声图》。先请各位老板上前鉴宝。果然是名作，这幅画势在必得，无论多少钱都要拿下。怎么了？没什么。山路松声图，残次品。这画有问题。你说什么？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能是残次品，而且为什么没有价格？这位先生，我们是有最专业的鉴定团队的，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是啊，这画有什么问题吗？难不成这画是残次品？年轻人，你不懂画吧？你看这画的厚度、色泽和落款都没有问题，保存也完好，怎么可能是残次品？先生，你不能这么摸。哼，快去找老板。问题在哪儿呢？主持人，快给他拉开，别让他损坏了画作。这幅画确实是残次品，我能证明。怎么证明？把画分层。分层？你这是故意损坏画作，分层没有问题，怎么办？这幅画肯定有问题，请各位相信我。汪先生这么有自信。何叔叔，汪思远说这幅画可能有一些问题，想验证一下。这幅画可不便宜，我们定的起拍价在5000万。如果是分层检验，可能会对这幅画造成不可逆的损坏。这赔偿，我来付。这样的话可……等一下，恐怕这是你们做的局吧？王老板，这是何意？我看得出来，你们几个都认识。先假装这幅画有问题，然后用笔拍卖更低的价格，把画收入囊中。对啊，你们自己做扣，破坏公平。请大家安静一下。汪先生是一名少见的鉴宝奇才，他的水平我领略过。他说有问题，我相信不是空穴来风。何老板，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继续拍卖，价高者得。画作损毁，修毁的价格我来补。好，开始你的表演。
山路松生图赝品，估价6块。山路松生图油面真品，估价6000万。这就对了，这幅才是真品。就算是真品，但这纸也太薄了。这是油面的真品，其实也是残次品。它不是完整的画作，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的。若能找到另外一幅画作，就能将它合二为一，价值会大大的提升。切开之后就很明显了，这幅的纸张是现代的，工艺都不同。汪思远，你也太厉害了，这都能给你看出来。陈小姐，过奖了。实在对不住各位了，是我们的品控出现了问题。这幅画的起拍价我们会进行调整。既然真假已经分辨出来，那就拍卖吧。走吧。希望大家不要被刚才的小插曲所影响。接下来我们正式拍卖唐伯虎的《山路松生图》，起拍价1000万、1500万、1600万、2000万。别着急，先让他们拍会儿。谢过陈小姐，叫我佩佩就行。3000万、5000万。陈小姐一次性加价到了5000万。王老板还继续跟进吗？5000万。爸，收手吧。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乖乖的把画修出来。你能有办法？我保证。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乖乖的把画修出来。你能有办法？我保证。5000万成交。陈氏集团真是收获颇丰啊！恭喜陈小姐和汪先生。喂，好，走吧。何叔叔说让我们去他办公室一趟，走吧。走。哎，这幅画怎么这么眼熟啊？这幅也是山路松生图。这是怎么回事？还是先听何老板讲讲吧。这幅画本身是我自己私藏的，它的纸张只有仅2毫米厚。我之前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赝品，直到我发现小兄弟你剪裁出来的那幅画。踏破铁鞋无觅处。汪兄弟真是好眼力，你看看这幅画怎么样？毛面真品，估价6000万。何老板，这是毛面真品，2幅画现在能够合二为一了。王思远，这画送你了。送我？这幅画在我手里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把它们复原，说明与我无缘。汪思远，何叔叔说送给你，你就收下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把画拿走可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儿？做我的鉴宝师。哎，这何老板做鉴宝师岂不是见外了？以后有什么需求，随时叫我过来就可以。也可以。那画就先放在我这里修复吧。好，谢谢何老板。我好像忘了郑林福的事情了。怎么了？这附近有没有古玩市场？珍宝楼就有自由市场啊，你可以先过去逛逛，反正修复画作需要时间。好，我们去看看。好，走吧。
小哥，来看我这玉镯，当年袁世凯夫人戴的。你这玉镯，我看看。咦，自己上的色吧？小哥，来这边看看，宋代君子，想要便宜点给你。宋代的？对，宋代的。这不现代的吗？哎，王思远，快来这儿！怎么了？老板，你这玉佩怎么卖啊？100万。怎么样？文财神比干浮雕玉佩真品，估价10万。老板，这玉佩8万块钱。8万不卖，最少100万。100万，少一个子儿都不卖。你这老板真不会做生意啊！老板，这样吧，加上这个10万我收了。这珍珠手串？什么珍珠手串？你别蒙我，这明明是……卖！这扳指给我玩玩呗，10万。没钱付，我来付。好，过去了。汪思远，你对那老板干什么了？那老板识货，但不多。他知道这破砗磲售卖犯法的，他想当珍珠卖掉，但是很可惜啊，这是假的。那这个玉佩呢？这是真的吗？这个你的猜测是对的，这玉佩是真的。你给我干嘛？这不是来帮你捡漏的吗？哎，我想要的已经捡到了。我回去看看画修复好了没有。行，那我去停车场等你。恭亲王玉扳指，真品，清代，估价500到800万。真是好啊！何老板，我来取画了。你来的正好，画刚刚修复，坐。山路松生图，真品，估价1亿到3亿。多谢何老板。王思远，再坐会儿，喝杯茶再走吧。不了，佩佩还在等我呢。喂，别来无恙啊，杨大师。你是谁啊？杨大师贵人多忘事，不记得我王大彪了？王大彪？是你？陈佩佩在哪？你把她怎么样了？你把她怎么样了？她现在好着呢。听好了，12点之前把画送到城南区10号仓库。你要是敢报警，我就撕票。王大彪，王大彪！怎么回事？王大彪把佩佩给绑了，说要我拿画去换他。那赶紧报警啊！不行，他们会撕票的。王家御史坊，找死！竟然敢绑架陈氏集团现任董事长！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拿画去换回来。那我去通知陈老爷，希望他的身体受得了吧。王大彪，你这个混蛋，你就不怕警察来抓你吗？抓我？你在我手里，他怎么敢啊！混账！爸，混账！这就是你想的办法？你怎么又打我？你不是想要画吗？我费尽心思把他绑了回来，就是为了逼汪思远把画交出来。我有错吗？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我管他是谁呢？他是陈老爷的孙女，现在陈氏集团的董事长。
抓了他，我们10个御史坊都不够赔的。哼，干什么？干什么？哼，陈董，意外之喜呀！陈董可比陈小姐值钱多了。你疯了！爸，赚钱嘛，不寒碜。老板，王思远到了。几个人啊？就来了1个。好，有种！哼！王思远，闭嘴！王大彪，话我带来了，放人！先别着急啊，玉石也好，古董也好，价钱和消息都是绑定的。她是陈小姐的时候，价值1幅画，但她现在是陈董，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什么价？怎么着，也得1、2个亿吧？我手里这幅是原版的《山路松生图》，价值3个亿。完整的，完整的。另外一半在何老板那里，现在他们已经合2为1。爸，看到没有，意外之喜。这，王思远，既然你我手里现在都有筹码，敢不敢加个泵啊？你想干什么？赌嘛，你不是喜欢赌石吗？那我们就比一次。这些10号仓库里面有我王家玉石坊的所有原石，我们就猜一猜哪一块里面有玉。无论种和色，全凭运气。如何？你赢了，我就放人，画也是你的。你输了，人留下，画也得留下。好，我跟你赌。不准碰！不能碰，那我岂不是无法使用戒指的力量？怎么了，王大师？我也不欺负你，你先猜。我再给你3秒钟时间。我再给你3秒钟时间。3、1，没有。好啊，那我就先有啊。砸开，再砸。已经砸得粉碎了，一点也没有。你输了，放人！放人？就凭你自己，你配吗？给我抢回来！别动！没事吧？我送你回去。3个亿呀！佩佩，爷爷，是哪个想找死的？敢绑架我孙女？来人，给我拿下！王思远，谢谢你救了我。没什么的。那幅画该怎么办？假的。假的？王家父子根本就没什么鉴宝能力，分辨不出来。你怎么这么厉害？好了，我要睡了，你快走吧。那好吧，晚安，贝贝。陈老，何老板。
啊，思远呐，多亏了你救下佩佩。啊，思远呐，多亏了你救下佩佩。哎，不然我这个老骨头可怎么办呢？不敢当，我只是尽力保护佩佩。要不是二位带人来帮忙，结局还不一定呢。哎呀，好，有勇有谋，能力过人，我很喜欢。感谢陈老的抬，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家了。啊，这花儿可是惹了不少祸端，你要妥善保管。来之不易啊。哎，就是。儿子，你在家呀？怎么了？我不能回来啊。昨天几点回来的？昨天晚上嘛。你跟人打架了？你手上的伤哪来的？哎呀，没事儿，我就是自己不小心磕着的，放心吧。哎，男孩子磕点碰点很正常。来，儿子，吃饭。你们这吃的是早饭还是午饭呀？都中午12点了，吃什么早饭呀？那你们这吃的是午饭？傻，这不吃午饭吃什么？净说傻话。等一下，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爸妈，你们先吃。吃完饭再走啊。怎么没人了？王氏御史坊不干了，听说是惹了某位大佬。反正王氏父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倒闭了，还市场一个清净。哼。那这个是？这个啊，是在珍宝楼自由市场买的。地摊货？不是，这个我看了，这是恭亲王玉扳指，市场价能给到800万。这个玉扳指确实是清朝的，老包浆了。但是你怎么能证明是恭亲王的呢？你不要拉倒，我卖了还你300万。别，我没说不要啊。那你什么意思啊？300万就算了，我认了。那没点报酬可不行啊！只要能证明是恭亲王的，咱俩3期开。我怎么能证明呢？我在首都古玩城有一个朋友，他能证明。没钱，费用我包。喂，妈。儿子，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啊？啊，我不回来了，我要去一趟京都。真的有人来接我们吗？快到了。师兄。啊，小鱼，好久不见，师傅还好吧？好着呢，听说你要来，师傅还精心挑选了几件藏品，等着来考你呢。这就不用了。我介绍下，这位是王思远。你好，我叫薛小鱼。你好，听说你的鉴宝能力在师兄之上，我可要领教领教了。一般。好，我们上车吧。好，走。师傅。这个明代中后期的青花瓷，宋代的歌谣和官谣。这个明代中后期的青花瓷，宋代的歌谣和官谣。这个是明嘉靖年间的青花瓷，估值40万。
这个歌谣是假货，这个官窑是宋代的，估值应该在70万左右。林福，退步了。师傅，这位年轻人倒是有两下子呀。王思远，这是我师傅冯参剑，古玩协会的鉴宝大师。大师，虚名而已。听说你有件东西要让我看。师傅，这是汪思远给我的，说是恭亲王的玉扳指，我也不敢笃定，所以您帮我看看。年轻人，你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玉扳指？地摊上买的。是真货？真的。回去给你。年轻人，我刚才就看到你鉴宝功夫了得，你愿不愿意参加后天的首都鉴宝大赛？鉴宝大赛有奖金吗？有啊，奖品极品9眼天珠。哇，那可以啊。行，我去。那感情好啊，到时候我也去参加，咱俩在比赛上切磋切磋。好啊。厢房空着，这2天你们2个可以先住在那里。那就谢过冯大师。喂，听说你要参加首都的鉴宝大赛，这不是巧了吗？那我悄悄告诉你，这次的大赛我们陈氏集团也有投资，到时候我会在台上观看你。那太好了，期待你的表现啊！好，拜拜。豆汁儿，新鲜的豆汁儿。哎，老板，给我来份豆汁儿。好。哇，哎，谢谢啊。哎，你听说没？现在很多的高手可都在首都古玩市场啊。行啊，一会儿去看看呗，反正说不定他们掏啥好东西，我们能一饱眼福呢。是。首都古玩市场，这不去捡漏也太亏了吧？小伙子，想在我的当铺上看些什么？随便挑，随便看，这个都是祖上流传下来的。你祖上是？我祖上是镶白旗的，以前是在宫里当差的。小伙，你瞧瞧，当年后宫娘娘的玉如意。真品，市场估价200万。老板，这玉如意怎么卖？不卖。哦，拿出来只是为了让你长长眼。真品，清朝，估价40万。老板，这个金刚杵多少钱？20万。成交。哎，那是我先看到的。你先看到的，卖给你40万。今天果然高手如云，此人的眼力手速估价非同寻常。算了。楚师傅，有没有找到什么好宝贝啊？沈老板，这个是清朝的一个金刚杵，我都结账了，不知道哪儿跳出来个毛头小子，非说他先看到的。哼，谁这么不长眼？是我。哟，汪思远，怎么又是你小子？你小子怎么总这么阴魂不散啊？沈老板，别来无恙啊！哦，沈老板，这个就是给你戴绿帽子的那个。别不要脸了，佩佩就没喜欢过他。你小子不就是凭你那点三脚猫功夫讨了陈老爷子欢心吗？我告诉你，今天有楚师傅在，你都不如路边的一条狗。哼！哎，那人不会就是楚永德吧？这次鉴宝大赛的种子选手，好像就是他。从鉴定到估价，无缝衔接，出手简直神速。他也参加鉴宝大赛，今天必须在这里摸摸他的底。看来沈老板抢到高人了，这么有自信，要不来比一比？小子，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啊，咱们就来比试比试，谁要是输了，就学路边的一条狗跪下来汪汪叫。好啊，一言为定。来，
你想怎么比？一人挑一件，看看谁的价格高。那我就来给大家当个公证人，就在我的当铺上随便挑，随便选，价高者获胜。好，那来吧。赝品，赝品，赝品，真品清代，估价100万到150万。哼，没见识。时间到了，那么请二位讲解一下自己手中的宝贝吧。这是清朝的宫廷器，珐琅彩瓷瓶，它的工艺还有下面的落款，大家都能看到，这是真品。这样的品质估价在100万以上。好，请另外一位师傅讲解自己的宝贝。我手中的这块是唐代的玉璧，估价300万。小小的小摊儿能出2件200万的藏品？当然，这个价格自己说了不算，还要请大家来评估一下。这珐琅彩没什么问题，我愿意出100万。但是这玉璧不好说。这个珐琅彩我出120万，我出150万。小子，你怕是要输了。好，150万，有没有更高的价格？如果没有，这次比赛就是楚师傅赢了。玉璧我出300万。陈佩佩，你确定？我确定，这块玉璧我出300万。是他，鉴宝大师冯三界的关门弟子。那就是说，这个玉璧真值300万。300万成交，我宣布汪师傅获得胜利。沈老板，这赌注该清一清了吧？你可真是个废物，连个毛头小子都赢不了。我走。哎，记得学狗叫啊！还买吗？多谢你了。不用谢，这玉璧我原本就想买。别买了，他们都喊到400、500万了，现在去争啊，肯定亏。好，听你的。我们走。原本还以为你对比赛没有什么准备，没想到已经都来古玩市场练手了。哎，那就是捡个漏。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比赛内容是什么呀？原来你不知道啊，这个呀是分积分制的，就是在他们主办方挑选的一堆真品里边挑选一个藏品，然后根据它的价值和难度，积分多的获胜。哦，原来和我今天这次比赛一样。相信啊，你赢他们轻轻松松。各位古玩界的同仁，各位嘉宾，欢迎来到首都鉴宝大赛。下面我们有请评委组和投资方上场。本次大赛的评委是由冯三剑、易云天、徐良。原来这冯师傅还是评委啊。投资方分别是沈氏集团和陈氏集团。本次大赛共有12位参赛选手，分为3轮末位淘汰制。第一轮淘汰6位选手，第二轮淘汰3位选手，最后一轮角逐冠军。冠军将获得本次大赛的最终奖品——极品9尾天珠。话不多说，现在比赛开始。第一轮见银元，在这2盘银元中找到真正的银元，即为获胜。现在比赛开始。赝品，赝品，赝品，真品。这位10号选手是你推荐的吧？速度很快吗？这个年轻人天赋异禀，是夺冠的苗子呀。好，时间到。现在把各位的银元交给我。
王兄怎么样？看结果吧，可别第一轮都过不了。哼！现在晋级名单已经确定，以下3位选手皆晋级。第2轮，每个人选择一个瓷器，根据瓷器的价值决定胜负。现在开始。这是青花瓷、君瓷、珐琅彩，这还真是不好判断。真品估价30万，价格太低了。赝品，真品估价190万。就它了。唉，哼！你不小心踩到你了。什么？12号选手选择的青瑶瓷瓶碎了，现场时间仅剩30秒，他还有机会吗？好，太好了！王思远，你要加油啊！还有10秒，3、2、1，时间到。现在各位选手回到休息区，等待结果。可别连第3轮都坚持不到。那可不一定。你要干什么？保安！保安！这有人要打人！他嚣张不了多久。看来现场的选手火药味都很足啊！现在公布结果：6号薛小鱼，明代八仙过海青花瓷盘，800万晋级。4号楚永德，宋代天青釉双耳壶，1300万胜出。1300万竟然不是第一！难道还有高手？最后一位，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价值1.2亿。恭喜12号选手汪思远。你怎么敢选？难道不知道那个罐子被私人买家买走了吗？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看东西说话。王兄，恭喜恭喜！你现在可是全场的焦点啊！先不急着恭喜，还有最后一轮呢。各位，第2轮的比赛3位选手都晋级，我们进行第3轮。鉴宝不仅要看鉴别出真假、断代和保价能力，更要看的是速度。我们现在开始第3轮比拼。看多没意思，不如我们来摸吧。只要我能碰到就赢了。这像是玉石摆件。玉石摆件有可能不是玉石摆件呢。你手上功夫好，眼力可是一般。我们这样争来争去，怕不是把东西搞坏了。时间仅剩1分钟，但是3位选手连红布都没有揭开。我管你！这是……难道是青乾隆白玉如意？时间到，请3位选手依次说出自己的意见。青乾隆白玉如意，估价6000万。青乾隆白玉如意，赝品。赝品？怎么可能是赝品？我去，这可是鉴宝大赛呀！如果是真品，怎么可能看着我们几个人在这里抢来抢去啊？12号选手，你的答案是？这就不是青乾隆白玉如意啊！你连看都不看就知道是什么了，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你要是顺着我们说，至少不会丢了面子。你还年轻，不如我也正常。这是明洪武御用白玉如意，但是确实是赝品，高仿。越说越离谱啊！主持人公布答案吧。本次大赛获胜者是12号选手汪思远。什么？裁判，这小子作弊！作弊？你哪只眼看见我作弊了？你小子连摸都没摸到，看都没看见，你怎么能比另外2个师傅猜的还要准？摸就行了，如意嘛。这小子肯定是在搞鬼！裁判必须取消他的参赛资格，否则我就撤资。
哼，你撤呗，反正我陈家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成绩有效，恭喜12号汪思远获得本次鉴宝大赛冠军。哼。这个就是传说中的9眼天珠，价值1.5亿。你也别叹气了，这次呀，为师不怪你。小鱼，这次啊，表现不错，还是汪兄技高一筹啊。汪思远呢，你来那天我就想着要收你为徒，但是啊，你的鉴宝水平已经达到了大师级别，你的资料啊，我也已经送到了古玩协会了。哇，汪思远，你也太棒了吧！其实还少不了佩佩你的支持。既然这次鉴宝大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就不多叨扰了，我们先走了。师傅，也对，我们买好了机票，这就回去了。那我也就不多挽留了。告辞。喂。好。什么事情啊？刚才爷爷来电话说滇南出现了一块价值10亿的原石，想让我们看看。那我们转航班去滇南。那我也去。你店里生意不错了。嗨呀，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身上不就有生意吗？再说滇南本身就生产玉石，这次10亿原石的消息我也收到了，不去看看说不过去啊。那事不宜迟，我们出发，走。南来的北往的各位老板，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鄙人有幸得到这块原石，标价10亿，3天后正式开始拍卖，还望大家多多为刀某捧捧啊！哎呦，真是不得了，这就是价值10亿的原石啊！哎呀，这就是把全部家当押上也拿不下来。10亿啊！佩佩，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标吧？是刀锋，我要杀了他！冤枉哥哥，还不是时候。他们和这个老板有仇。话说，你们准备了多少钱？起拍价10个亿，可不是小数目啊！这次出来，爷爷只给了3亿，差的有点多啊。哼，来这儿当然是赌石了。思远啊，这里虽然是玉石产地，但是玉石水分非常大，万一没赚钱反而赔了。我相信王思远。帝王绿太牛了！这家东西怎么样？冰种紫罗兰估价200万。啊，这位老板，外地来的吧？啊，我们是来旅游的。这块怎么卖？100万。老板，1万不可以吗？老板，给个诚心价吧。12万，相当有诚意。汪思远挺会砍价的嘛。20万，拿走。好，来。老板，这个石头我们要了。懂不懂得什么叫做先来后到？我们已经付过钱了。是拍卖的那2人。这些石头都是正经的渠道来的，不是你们矿山上的石头。我要石头不是问罪，你怕什么？这位朋友，想要也要讲先来后到，没你的事，滚！要不这位老板把这块石头让给他？我就不找茬呢！明明是你找茬在先。2位，这里是市场，价高者得，公平公正。我出20万，100万，199，再加价就没利润了。怎么不加了？哥，没事。小子，你好身手啊！我们走。这人怎么这样啊？老板，他是谁？是当地的族人，前段时间发生矿难，
他们至亲族人不少都死在矿场。老板，要不看看这块料子，都是上等的材料。玉石黄龙宫，估价10万。看，出货了。哎，你这运气不错呀，帮我选一块。这也不行啊。哎呀，那怎么样才行啊？别忘了，我们这次可是要拿出来10亿。有没有什么方法？老板，要不看看这块料子，都是上等的材料。老板，我这边有一个1号矿山，那上面都是上好的石头，都是一手货，品质上等。几位老板可以去看一看。好主意，我们走。我看到了，给我交出来！不老实，今晚就别想吃。住手！你们谁？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这小子不老实，我找老板，您稍等。快起来！要不要看医生？你继续搜。哎，难道是我刚刚看错了？既然找不到你们要的东西，那就放他走吧。我叫刀疤，是这儿的老板。你们打算做什么生意啊？自然是来谈玉石生意的，只不过不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规矩嘛，很简单，一人100万，截止到晚上6点。随便掏，随便挖，挖出来的、掏出来的都可以带走。啊，我们还可以帮你开石头。王思远，这里像是黑矿，不宜久留。黑矿才容易出大祸。那行，我们怎么交易啊？过去了。好，那哥儿几个随便玩，咱们走。哎呀，出来一趟还得当矿工啊！郑老板，别抱怨了，抓紧时间，挖到就是赚到。玉石紫罗兰，估价400万。哎，郑老板，这块价值400万，拿走。玉石帝王绿玻璃种，估价3亿到4亿。我靠！这块3个亿呀！我去，你声音小点。来，拿走拿走。哎呦，这收获还不少嘛！哎，刀老板，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了。慢着，别着急呀。怎么，不用我们帮忙开一下？就不用了，不开啊，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我们这儿有个规矩，挖出来的石头必须得交税。交税？这块石头留下，其他的都可以带走了。哼，刀老板，我比较喜欢这一块，你看能不能换一换？这块给他，这次就白来了。帝王绿啊，要么把剩下的拿走，要么一块你都别想拿走。你们怎么这么黑啊？好好做生意不会吗？嘿，刀老板，其他的我都可以留下，这块我必须拿走。给老子打！都快闪开！还他妈挺能打是吧？怎么？叶问，我投降！别杀我！带着你的人滚回刀锋去，老子来算账了。好，我滚！滚走！谢谢你们啊！不用谢，反正也不是来救你的。那你们，跟我来。阿爸，我很快就可以为你复仇了。
请节哀。你们也是为了那10亿玉石而来吗？唉，那是我们部落的神石，刀锋和刀疤霸占了我们土地，奴役我们的族人，开采玉石。最后为了得到神石，他们制造了矿难，害死了我的族人。这曾经是我们族人的圣地，如今却变成了坟墓，太惨了。唉，没想到这昂贵的玉石后面全是血和泪啊！唉，我看你能看透陨石，也能打，我想让你夺回神石，替我复仇。你信得过我？我信得过你，事后必有重谢。我叫王思远。我叫严温。昨天晚上打算去偷回神石，但是太大了，如果直接去抢，我害怕他们会破坏神石。看来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接下来只会难上加难。那我们怎么办？先按照原计划行事，尽可能买回原石。现在我们身上只有6亿，还差至少3个亿，我们不能一直在这里挖吧？万一那些人找回来更麻烦。哎，思远，你看看这个，鸽血红12克，估价4亿，怎么样？值钱吗？极品鸽血石，重量12克，价值4个亿啊！这个也要卖吗？这和神石都是宝贝啊！帮人帮到底。好。哎呦，大哥，不好了！什么事情？是严温，他回来报仇了，矿场那边都乱了。废物！大哥，那小子扬言说要宰了你。他拿什么跟我斗？哼！明天我就把这块石头卖了，到时候咱们远走高飞，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大哥，那矿场呢？你就不要管了，反正也没什么货了。就算现在我们有钱，也不能掉以轻心。拍卖会啊，价高者得，公平公正。那怎么办？万一有人出了高价，必须把价压到最低啊！揭露他们的罪行。我可以找矿工。各位老板，欢迎大家来到滇南拍卖会场。我身边就是今天的拍品，帝王绿翡翠原石，价值10亿，现在开始。还我血汗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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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动！别走！干什么？闹死你们！刀家人丧尽天良，雇佣儿童欺压工人。严温，今天拍卖会全国的老板都在，老子不跟你计较。从哪儿来的，最好跟老子滚哪儿去！刀家兄弟图谋神石，炸矿场，还我族人命来！别逼老子！有本事你就动手啊！手下败将，给他赶走！这石头买的就是罪人，绝对不能拍啊！各位，这10亿确实是天价原石，但是经过我们仔细勘察，多处开窗，里面是满满的冰点帝王绿呀！各位老板，拍到稳赚不赔。我们是时候该出手了吧？哎，再等等。老板，不好了！什么事情？外面有人闹事，我们顶不住了。几个工人都搞不定，你们干什么吃的？滚！是。一口价10亿，哪位老板能拿出10亿，我立刻把这个石头卖给他。
11。这位老板难道不知道行情吗？这刀老板恐怕是要卷了钱跑路。就算他买了，外面的人也不会让他走的。好，成交。我可不想卷进来啊。没意思，走了。来人！来人！来人呐！你的人已经被我杀光了。你要干什么？你要杀了我吗？倾家荡产更适合你。阿爸，神师我给你带回来了，我们也替你报仇了。这折腾了一圈啊，我们又什么也没捞着。刀锋的钱被没收了，那可都是我们的钱啊。没事没事，我回去会跟爷爷解释的。哎，这不是……感谢你们的帮助，我们凑了凑钱，给你赎出来了。啊，谢谢你。啊，佩佩，你回去之后把这个给陈老，就当是3亿买了宝石，不亏。哎，汪思远，你快看，这是什么？汪思远，你火了呀！上面还有你的照片呢。唉，本来想回去清静一段时间，看来这回去又是不得安宁了。喂，师傅。对，他在我身边。哦，好，我知道了。汪思远，你火了呀！唉，我知道我火了。鉴宝协会的，他们要组团来挑战你呢。有一些快的呀，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你要做好准备啊。哎呀，那些啊，对于汪思远来说都是小喽啰，不值一提。来的还有一个人呢。谁？徐良。徐良？儿子，过来吃饭啦！哎，来了。哎呦，儿子，这新闻报道的是你吧？哎呀，你不是去首都了吗？哦，我顺道又去了一趟滇南。10个亿，真拍了？嗨，哎，你这傻小子，这么值钱的大石头，你就这么送人了？哎呀，别激动，你在吓的孩子。我本来也想买啊，当时去就是奔着他去的，但谁知道那石头本来是人家部落的东西。哎呀，不说了，说起来太复杂，我们先吃饭吧。哎，吃饭。你看看你。喂，郑老板。汪思远，都把我这小店围得水泄不通了，你快来吧。好，我知道，我吃完早饭我就去。你又要出门啊？没事没事，咱们吃完早饭我再出去。吃吧吃吧吃吧。我勒个祖宗啊！你总算是来了，人还不少呢。托你的福。你就是汪思远啊？敢问这位是？我叫赵乾坤。这位是赵乾坤，赵师傅，瓷器鉴定大师。这位是孙一行，孙师傅，古钱币鉴定大师。小子，我们都看过你的比赛，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和你比划比划，敢不敢迎战？好啊，你想怎么比划？你是小辈，我们也不欺负你，就在这古玩市场，1个小时100块钱，谁捡的最值钱？要是你赢了，我就把我珍藏多年的明朝将军罐送给你。好啊，那这样吧，
在场的还有谁想参加？都可以过来。只要你们有一个人出价比我高，就算我输。我来，我也来。口气倒不小。这样，计时1个小时，我来做裁判。比赛现在开始。这样，计时1个小时，我来做裁判。比赛现在开始。这个小哥，过来看看。赝品，赝品，赝品。老板，你们这儿还有其他的东西吗？大清银莲真品，估价20万。这个怎么卖？3万，最低也不会低于2万8。虽然是赚的，但是不符合比赛规则，只有100块该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可以。老板，我又来了。哎呦，又是你，随便看看。这眼镜咋看不清楚啊？老板，你这看的什么书啊？永乐大典。我看看。这书祖传的，不卖。好吧。对了，老板，今天我只有100块钱啊，你这想卖我也要不了啊。嗨，我知道你喜欢收破烂，来，这眼镜100块钱，你拿走。哼，这破眼镜才值几个钱？老板，100块钱这眼镜我要了，输定了。1个小时时间到，请各位亮宝吧。赵师傅的是明清时期的青花瓷，汪师傅的是什么呢？我看看。诸位，除了赵师傅和王师傅的，其他人都是赝品，直接淘汰。没想到那个破烂眼镜居然没被淘汰。请赵师傅介绍自己的宝贝。我判断这是明嘉靖年间的青花瓷药瓶，瓶中还有淡淡的药香。从它的形制底部来看，虽然不是御用的，但至少是大户人家使用的。这赵乾坤确实有实力。请赵师傅估价，10到15万。哇，这不愧是赵师傅，区区100块竟然能淘得10万的宝贝。估价合理啊。下面请汪师傅介绍自己的宝贝。这个是清代水晶眼镜，它的镜片是由天然水晶打磨而成，估价50万。50万？不可能吧？怎么可能50万啊？诸位若是不信的话，这里有检测报告，镜片的折射率符合水晶标准，还是咱们孙师傅亲自做的鉴定啊。是否是清朝的暂且不论，单单以水晶的材质，其价格远超20万。下面我宣布，此次胜利者是汪思远。我不服，我要和汪师傅比。我也要比，我必须要见识一下鉴宝大师的实力。汪师傅，既然你也来了，也和我赛一场。这是要累死我呀！各位，每个人都比不同的项目，既浪费时间，而且会来更多人提出挑战，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因此，你们必须选出一个公认的大师来和我较量。公认的大师谁呀？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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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各位师傅，不知道老夫能不能代表协会出战呢？徐良，徐大师，气度不凡，果然是古玩界新星啊！
若徐良师傅和汪师傅的较量，我们自然没有意见。徐良大师想怎么和我比？汪先生既然是鉴宝师，不但有鉴宝，而且有寻宝能力，那我们就斗宝。斗宝？怎么斗？我带来3件宝贝，3天内你也准备3件，我们就比鉴定，比价值，就这么简单。3天时间确实有点紧，但是这个徐大师会带什么宝贝呢？哎呦，徐师傅的斗宝可真是下血本了。汪思远，这挑战不一定要接啊，万一输了，既丢面子又丢钱啊。汪思远，算了吧，这挑战不接我们也能理解，毕竟是徐良大师。我这远道而来，要是汪师傅不接受，那我也只能赶火车回家了。哎，接，当然接，怎么能让徐师傅白来一趟呢？好，3天之后，古玩协会的其他成员来这里做个见证，我等你的精彩表现。3天找来3件宝贝，以前那个9眼天珠，还有那个红宝石可以一用。9眼天珠是大赛赢的，红宝石是给陈老爷的。哎呀，那你想怎么办？我想办个鉴宝会。鉴宝会？是的，因为我现在手上的宝贝都没有办法迎战，所以我们只能3天之内准备新的宝贝。最快的方法只能用鉴宝大会形式。哦，原来如此。你想要在哪里开办鉴宝会？就在这儿。这里啊？为什么？一来是陈家庄园名气大，陈老爷您也是大收藏家；二来我上次跟您说过的原石最后没拿到，这次多收一些宝贝，到时候给您一些补偿。思远，你上次送给爷爷的红宝石，爷爷也很喜欢啊。好，就凭你这句话，我答应。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这次鉴宝会的钱由我来出，结束之后，鉴宝的东西都留下。好。那我现在去找人布置一下场地，顺便让公司做一下宣发。汪思远这小子和徐良斗宝，你怎么看？老板，我们怎么做？我想想，这样，给这小子弄些假货，让他输掉比赛，这样咱们就成了。老板，交给我，保你满意。靠谱。各位，鉴宝大会往里走。这里就是陈家庄园啊，真是不同凡响啊！我手里这个宝贝终于能卖个好价钱了。那个人，您看看。好嘞。真的，13000收了，没问题。官窑瓷器。兄弟，收了。抓我干什么？果然是你，楚永德，你在这里又想使坏啊？是不是沈成龙指使你的？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哎呀，陈家大人啊，没天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家要把这个人赶走？真是个无赖，给我赶出去！佩佩，这样怕影响不好，先看看这家伙要干什么。好，你先起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东西。这可是我的传家宝。那你怎么不卖给沈成龙啊？别提了，我俩不是闹掰了吗？闹掰了？是啊，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走投无路变卖家当。这可是宋代的黄龙剑。黄龙剑，宋朝珍品，估价10万到700万。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差价如此巨大？这可是绝对的珍品，你不能因为我们之间有过节，就把怨气撒在宝贝上。
宝贝是无辜的。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郑老板，你看看。给我看干嘛？还有你看不出来的东西？这是真的，这个是好东西。你打算要多少钱啊？700万，给不了，价格太高了，最低600万。王思远，按道理这个值600万。等一等，发现什么了吗？这戒指内侧有一行字儿，写的什么？好像是希伯来文。开玩笑吧，这戒指一看就是我们国家的，怎么会有外国的文字呢？这戒指我们不收。为什么？这戒指是当年犹太人来到这里留下的，里面刻的是希伯来文，写的犹太教的话，我们不太敢碰。收了之后，因为信仰也不好卖，还是带回去吧。把他赶出去。王思远，弥赛亚会摧毁你。哼！这位小师傅，你帮我看看这个。这是我一个朋友临走前送给我的一把刀。老先生，这是唐刀。这把刀确实是件不错的宝贝，而且品相挺好。值多少钱？300万，您看如何？哎呀，值这么多呀！发大财了。就是啊。思远，今天是第1天，你看看这些收来的古董里面有没有资格斗宝的。今天收到的古董，我印象里最好的好像就是那把唐横刀了。这把是花300万收来的，实际能值多少？刀的话，1500万左右。1000多万肯定是不够的，因为那徐良啊，他是京城首富，第1收藏家，他带来的东西可能要过亿呀。那难度很大啊。哎，思远，这刀外面挂的是什么？应该是前任主人保护刀鞘用的。啊，哎，怎么了？我想好了，就用它来参加第1件斗宝宝贝。你可真是个废物啊！我就让你把宝贝放他手里，你都做不到啊！老板，他们现在看见我就已经起了防备之心。防备之心？你还跟我犟？谢老板，你别动怒啊！咋样？你小子有什么好办法？我好歹也是有100万粉丝的大 V， 只要汪思远敢出一点差错，我就让网友们的唾液淹死他。打小看你就行，就交给你办。事成之后，500万全赏给你。佩佩，那人是你请来的吗？咱们这次下了血本，请他要花不少钱的吧？他是不请自来。不请自来。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发财，跟着我捡漏发大财。今天我们不捡宝捡漏，我们来做一场特殊的直播。各位看到了，我身后就是陈家庄园和林福古玩店联合举办的免费鉴宝活动。家人们，今天人真是格外的多，大家来都是奔着一个人来的，就是近几日名声大噪的青年鉴定大师汪思远。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就是汪思远师傅了。这是我外婆当年留给我的。对不起，女士，这是赝品。你说什么呢？家人们，现在的现场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鉴宝师和持宝人对宝贝的意见不合，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这金钗上的金子都是真的，我都找金店看过了。金子是真的，但是这翡翠确实是赝品，而且这也谈不上什么古董。我不理解，我看你这么年轻，也算不上什么鉴宝专家吧？家人们，在我看来，这个鉴宝是个经验活，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宝贝，
就不可能做到鉴定的准确性，这是违背常识的。大家说是不是啊？您来看看。我倾向于王师傅的判断，如果你要卖，按金价收购。什么鉴宝会都是庸才。好机会，家人们，看来我们的判断没有错，很可能这次鉴宝会就是这个汪思远利用近期的热度来欺诈保人的诈骗会。喂，胡说什么呢？请你离开。家人们，我戳破了他们伪善的面具，他们现在啊开始赶人了。你不要在这里乱带节奏。汪思远是鉴宝大赛冠军，实力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吗？家人们，我今天给大家爆出一个惊天大秘密，我断言汪思远的冠军都是资本推动的结果。真的假的？不知道，反正这个主播挺厉害的，可以听听看。你怎么能空口无人清白？就是啊，一个100万粉丝的大主播，怎么张嘴就是乱说？各位，我的推断都是有理有据的。好，那你倒是说说看，怎么有理有据？你们3个人在这里就是证据。陈氏集团就是鉴宝大赛的投资商，而这个汪思远和陈董你的关系不浅啊。而这个人更了不得了，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师傅就是鉴宝大赛的评委冯三剑。这个李发财真是不得了，3两句话竟然能够控制舆论的走向。家人们，知道为什么汪思远要办鉴宝会吗？没错，斗宝，我相信徐良大师一定是看不下去，这个汪思远祸害古玩界的安定，才亲自下场和汪思远较量。汪思远，别再让他胡说八道了。没想到一个拥有100万粉丝的人，居然愿意替沈成龙干黑活。现在是在说你的问题，说来说去，不就是在怀疑我的鉴定能力吗？咱们来比划比划。你想干什么？这荷花扇是你简陋的成名之作吧？能让我看看吗？给就给，我做人一向大公无私，就算你把我这荷花扇夸上天，我也绝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赝品估价10块。这个假货，你这水平太次了，这么明显的假货都看不出来。这可是张大千的婆婆扇面，你怕是没见过吧？我找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证书，你这次提到铁板上了。哼，没想到你也会玩这一套，故宫一件你一件，你的比故宫的还真啊！我还就把话撂这了，首都的故宫都没有，就我有。请问湾湾故宫博物馆放的是什么？啊？湾湾还有故宫？你没手机吗？自己不会搜索，在我这里打假来了。这个李发财也就那么回事，汪思远的实力还是可以的。既然大家都是来找我鉴宝的，那我就用实力说话。冠军不冠军的都是虚名。既然小插曲已经过去了，那大家就继续鉴宝吧。今天被那个李发财一搞，本来想鉴宝的人都不来了。唉。本来好宝贝就难找，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了。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收的一只骨笛，鹤的腿骨制成，品相完好，它能追溯到先秦，价值100万左右。上古骨笛真品，距今8000年，估价2亿。这可是上古骨笛啊！上古骨笛，那是不是会值更多啊？价值2个亿呀！真的假的？郑老板可真是慧眼识珠啊！哎呀，我是歪打正着啊！这就是第2轮上场的宝贝。一对废物！我在你俩身上花了多少钱？啊！你们就这么报答我？来，你小子给我解释解释，你去找茬带一把破扇子干嘛？带就带了，还让人发现是假的，
你这么大一个博主，一点常识都没有吗？弯弯生意有蜈蚣，你不知道吗？对不起，沈老板。顺风局都能输，我要你干什么吃的？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啊！老板，就算他举办完鉴宝会，徐良也不会输给一个毛头小子。不会输给他一个毛头小子。来来来，你说他们才来咱们这儿几天啊？他就会成咱们这儿最年轻的鉴宝师了，知道吗？啊！他，明天鉴宝大会，如果他要是赢了，他就是古玩界最年轻的鉴宝大师，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明天我把他场子给他砸了。你看看我这玉簪，确实是真品，应该是清代的玉簪，10万可以。啊，太低了，再涨点儿。涨不了。他涨不了的，我涨。沈成龙，这里不欢迎你。不欢迎我呀？啊？我说完这句话就走。在座的各位可听好了，这小子出多少钱，我出双倍。哼！啊，等等我这玉簪你出多少？这个混蛋！那您看看我这个碗。这个小白碗，我这边给6万。6万？那我去那边了，那边给的高。这可怎么办呢？喜欢收货，好啊，那就把价格往高了叫。哎，大家别着急啊，排好队，咱一个一个来。哎，你先。我这个簪子他们出10万。行，我出20万。嘿，加一个。我这个小瓷碗他们出价20万。行，我出40万啊！我这个袁大头，他们出价30万。真品，我出60万啊！我这个张大千的话，他们出价3000万。哦，3000万啊！哇，好画，一看就是真气。我出6000万。沈老板，这些是……今天呢，我在古玩市场上把这小子烫过的所有宝贝都花双倍价格买下，花了我2个多亿。老板，您真是上帝800，自损1200，可以啊。你废什么话？要不是你们不给力，有我费这么大劲吗？老板，这些东西其实你不买也没事儿。你说什么？都是赝品。这如何是好啊？明天就要斗宝了，就差1件宝贝。要不我们还用之前那幅唐伯虎画？这斗宝啊，讲究的是出其不意，这越知名的宝贝反而无法取胜。哎，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何老板那里会不会有什么宝贝？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找何叔叔。好。王思远，你可真是不得了啊！现在整个古玩界的头版头条全都是你和徐良的斗宝。何老板，实话实说，这次来就是来找你求援的。何叔叔，3件宝贝，思源只差1件了。哦，
这是我多年的心血，希望它能助你一臂之力。谢过何老板。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古玩协会斗宝现场。斗宝擂台是古玩界的八角笼，双方参赛者比鉴定、比藏品，有专业裁判打分。今天参赛的双方分别是全国古玩协会的副会长、全国鉴宝大师、收藏大师徐良。头衔真不少啊。另一方是首都鉴宝大赛冠军汪思远。比赛分为3轮，鉴宝成功得1分，宝贝价格高得1分。3轮结束，分数高者获胜。那么现在第1轮开始，请2位选手亮宝。徐良大师，那个好像是什么斩？那个汪思远亮的是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是把刀。计时1分钟，开始鉴宝。只有1分钟，还没看清呢。难度很高啊。这是个琉璃盏吧？天宝琉璃盏，唐朝天宝年间，估价1.5亿。第1轮就过亿，这徐大师真是不得了。真是好刀，不过比起我的藏品还是差一些呀。咦，这外面的是什么？时间到，请汪思远宣布鉴定结果。徐良师傅的第1件宝贝，名为天宝琉璃盏，唐朝天宝年间的宫廷产物，估价1.5个亿。加油啊，汪思远！下面有徐良师傅宣布鉴定结果。汪师傅准备的是唐横刀，真品，我估价800万。只有800万？那汪思远输定喽。下面我宣布第1轮结果，汪思远得2分，徐良0分。怎么回事？有意思，汪师傅来解释解释吧。徐师傅，实在不好意思，这件宝贝我得来的时候，其实是2个部分。可是这锁子甲加上这把刀的价格，也不应该超过我的天宝琉璃盏吧？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唐末名将李存孝的御赐金甲，估价3个亿。真是没想到啊！太好了，这下胜算大多了。第2轮开始亮宝。徐良大师怎么亮的是一片纸啊？徐良，你到底要搞什么？第2轮鉴宝开始。帛书、老子、道元、残篇，汉代，估价。这是为什么？徐大师真是多才多艺啊。时间到，这次由徐良师傅先行宣布鉴定结果。汪师傅准备的第2件宝贝是上古骨笛，由野鹤的腿骨制成，吹奏出的乐律千年如一，价值2亿。这汪思远也是下了血本了。下面请汪师傅宣布鉴定结果。徐师傅的第2件宝贝非同寻常，是汉代帛书《老子道元残篇》。那是什么？不知道。你的估价是多少？太好了，终于有这小子不知道的问题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说……汪师傅想好了吗？汉代帛书《老子道元残篇》是无价之宝。无价之宝？我反对！主持人，我反对。你反对什么？这小子从一开始就一直偷奸耍滑。第1件宝贝的时候，他那把刀上缠着锁子甲，
明明说了一次只能鉴定一个宝贝，你却拿了2件，害得徐大师没有认清楚。现在他又说这个什么帛书是无价之宝，分明就是你看不出来才瞎胡掰。沈成龙，这帛书老子非同寻常，不是一般藏品可比的。哼，只要是宝贝就一定有它的价格，价高价低罢了。这里是斗宝，不是鉴宝大赛，只要斗宝双方不提出问题，其他人无权干涉。现在请你下台。哎，等等，我再问这小子最后一句，那你说这无价之宝是贵还是便宜？无价之宝，当然是徐良大师赢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算你狠！汪思远1分，徐良2分，现在是3比2，汪师傅险胜一筹。这样的结果真是令人意外。汪师傅，你连这帛书老子都认得，着实让人意外呀。承让，承让。我若不是有戒指加持，绝对赢不了他。不愧是鉴宝大师。第3轮决胜局开始。亮宝，是传说中齐白石的松柏高丽图篆书4言联，这肯定是真品啊！都知道是徐大师收藏的。时间到。2位谁先宣布结果？徐大师先来吧。汪师傅的第3件宝贝是一套邮票，包含了加拿大黑女王、圭亚那面纱卷、全国山河一片红、毛里求斯邮局、美国珍妮、瑞典3四季灵皇票，以及一整版的86猴票。这么多珍贵的邮票，86猴票一张难求，居然有一整版。这套邮票总计3亿8千万。3亿8千万，肯定比不过松柏高丽图。不过，就算徐良再拿2分，汪思远拿1分，也是4比4平手。请汪师傅公布鉴定结果。徐师傅的齐白石松柏高丽图篆书4言联，估价多少？是赝品，不值钱。什么？汪师傅竟然认为画是赝品？真是开玩笑！徐大师怎么可能会准备赝品？那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尽管汪师傅语出惊人，但是结果还是由评审团揭晓。接下来我宣布，获得斗宝胜利的人是汪思远。什么？这怎么可能？恭喜你，思远！恭喜恭喜呀！徐师傅，冯三剑果然没有看错人。寻宝能力一流，鉴宝能力一流，估价能力一流，尊重文物，不畏强权呐！这最后一件松柏高丽图篆书4言联，是对我的考验吧？人人皆知我徐良有真品，很多人看了这件赝品也说是真品，但是你没有。我向来只看宝贝说话。斗宝结束，开始下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各位同僚，汪思远作为鉴宝大赛冠军，如今与徐良师傅斗宝获胜，充分证实了他的能力。现在我代表全国古玩协会聘请汪思远师傅作为全国古玩协会副会长，并在易云天师傅退休后接替会长职务。
这次汪会长可是名利双收啊！陈老，您啊，还是叫我思远吧。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父亲，这位是我母亲。您坐，别客气啊。林老爷子真是容光焕发呀，这身子骨啊，一看就硬了。谢谢。儿子，这次叫我们来是来干什么啊？爸妈，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陈佩佩，我们俩已经在一起很久了。叔叔阿姨好。这姑娘是做什么工作的？哎，妈，人家是陈氏集团董事长，真是不得了啊！陈老爷呀，您真愿意您孙女嫁给我们儿子啊？思远年轻有为，又孝顺，我喜欢。哎呀，那就好。哎呀，佩佩，看来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我希望未来你陪着我一起走下去。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手给我。